数年前，异次元与现实世界交叠，伴随着门的出现，无数怪物涌入人类世界里，彰显着诡异时代的降临。部分人类也觉醒了各种异能，他们被称为猎人，与鬼怪进行无休止的对抗。当然，这些都与我无关，我只是一个在纠结是吃煎饼还是吃面包的大学生。唉，实在选不出来。老板，各来一份吧。迄今为止，门出现的概率很低，并不会干扰大部分普通人的生活，所以社会还在正常运转。早上好啊，小黑同学。早上好，诗雅同学。唉，还是不敢和林诗雅告白。要是人生的像买早餐一样，那所有选择都尝试一遍就好了。啊，那是什么？怎么回事？地震了吗？同学，开始点名了。点。方思思，周一亮，郝林，邹林，快跑啊！下一个轮到谁？诡异降临到了我的学校，为什么是我们？从门口走不通，如果我从窗户跳出去，或许还有一线生机。逃跑还是救人？逃跑还是救人？这或许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这么快做出选择。林夏同学，把手给我，和我一起从窗户跳出去，快！不管了，我们救一个是一个，我们一定可以。怎么回事？我还没死。早上好啊，小黑同学。不对，我是回到了鬼怪降临的前一刻。您已觉醒推演未来异能，异能演示已完成，接下来您可以正式使用。所以刚才的一切都是我推演的未来。距离诡异出现还有些时间，我要尽快窥进未来，找到一线生机。推演开始。鬼怪要来了，大家快跑！他会从门口进来，大家快跟我一起跳窗！他怎么了？好可怕！李小黑同学，你不舒服吗？不行，没有人相信我，我也没有东西可以说服他们。可是等到诡异降临的话，就来不及了。同学，开始点名了。好恶心！如果不能在鬼怪降临之前劝同学们离开的话，那就试着阻止鬼怪进来吧。臭小子，那么快，快点秒人火！只要我拖住这只鬼，大家就有时间从窗户逃生。大家快跑，有鬼来了！同学，开始点名了。受不了，我受不了了！声音穿过了门，只要听到点名声，大家都会死。那些画面，我再也不想经历了。哪怕是推演，死亡的感觉和画面也如此真实。等等，为什么一定要救下他们呢？我和教室里这些人根本没有到生死之交的地步，虽然心里有点过不去，但是……小黑，你身体不舒服吗？小黑同学，你脸色好差啊，要不我喊校医过来吧？喂，你小子没事吧？实在不行，你回去歇着，待会儿点名我帮你答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一件事：人第一次的下意识选择，往往暴露了内心最真实的自己。所以，不论历史重演多少次，人总会做出相同的选择。推演开始。如果我抢先发动攻击，不行；如果按点名顺序把大家送出去呢，也不行。不行！看来我死得越惨，越绝望，消耗的精神力就越多。但我也知道了鬼的攻击逻辑，想阻止它，还缺点东西。小黑，你身体不舒服吗？等等，这是香水。我想，我已经找到破局之法了。地震了，大家快跑！根据推演的密码计算，距离鬼怪进入教室还有30秒。鬼怪降临太少见了，没人会信。我需要编出所有人都能意识到危险的事，并且让他们无法确认真假。来不及了，大家直接从窗户跳出去，快！怎么越说越觉得真的在晃啊？但是你还不够混乱，时间还不够，我需要争取更多时间，让他们
出去，也就是我要一个人拖住这只鬼。之前我一直在猜测这只鬼的进攻逻辑是什么，后来在一次次的推演中，我猜到了答案，点名是他唯一的手段，所以他的攻击逻辑是点名。德弟，快跑，快点！烧着他的喉咙，用门隔离音波，或许这样大家就能逃走了吧？也或许除了我，头好晕，推演已经把我的精神力消耗殆尽。真后悔啊！原来死了那么多次，还是会害怕的。早知道做什么英雄啊！但如果再来一次，我可能还是会。小黑同学，我带你一起逃出去。小黑同学，你没事吧？没事，我做到了，我真的做到了，我救下了所有人。那是……门完全打开了，一群的鬼都被传送过来了，我们没有自保能力，我们全都会死。这是什么？是结界？难道是猎人协会来了？待在结界内不要动，队长马上赶到，你们会得救的。尽量往里站，不要往外走。我的结界只有这么大。同学，别急我！甜甜，救我！混蛋，放开他！猎人小队队长白鸽汇报：市郊大学城鬼怪突袭事件剿灭完毕。天哪！一招就干掉了全部鬼，太厉害了！我们得救了！鬼怪已经被全部清理了，你们跟着百灵一起。没看到那里还有个人吗？他刚才还在求救，你把他也杀了！我当是谁这么大口气？原来是一个连战斗都没参加过的小鬼。救下每一个人，我做猎人这么多年也不敢做这种美梦。如果我不能瞬间杀死全部的鬼，等结界破碎，你们全都得死。救一人还是救100人，你不会选吗？小子，等你有能力做选择的时候，再来评价我的做法吧。小黑，谢谢你救了我们。是啊，要不是有你提醒，我们早就死了。怎么办？幸亏有你啊！小黑，甜甜的事你别太自责，是那个队长太冷酷了。不怪他，是我太冲动了，没有顾全大局。他的做法没有错，只是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有活下去的权利。下一次，我也想有可以选择的权利。所以，我要成为猎人，成为比他更厉害的顶级猎人。依据全国猎人协会滨海市分部出示的报告显示，本次鬼怪来源于自杀学生的冤魂。多年前，市郊大学城校园霸凌事件频发，学生们对此视而不见，被霸凌者只能向上求助老师。他们怎么只欺负你不欺负别人？他爸爸是市长，你爸爸是什么东西啊？可惜，老师们对此不负责的态度，成了压垮学生们的最后一片雪花。他们死前对老师的痛恨，在异次元凝聚成了实体，并作为本次的开门鬼降临。接下来公布本次的那天过后，学校停课1周，让大家回家休息。C 级鬼怪降临，和我过往平静的人生相比，实在太过惊险了。自从10年前妈妈失踪后，我就失去了生活费来源。为了继续读书，我只能靠着妈妈留下的一个项链，伪装成 F 级觉醒者。靠着微薄的觉醒者补助生活。这个神奇的项链里有一个小小的空间，只能储存21克以内的物品。这个项链和这张照片是妈妈仅存于世的东西。我记得和妈妈的过往，曾经家庭的温暖，我也铭记于心。但是照片上妈妈的位置被剪掉了，我也完全想不起妈妈的容貌，真是奇怪。我的精神力似乎高于常人，经历了上周的事情后，
还长了一点，但这似乎与觉醒无关。我仍是一个未觉醒者。这个时代不缺觉醒者，但只有十分优秀、适合战斗的觉醒者，才能成为猎人。现在，我也决定向猎人协会申请，成为正式猎人。不是为了成为英雄，只是想尽力提升自己，这样下一次，或许可以救下自己想救的人吧。抱歉，我要驳回您的猎人申请。猎人很少有低于 B 级的觉醒者，猎杀鬼怪不是儿戏。啊，这样啊。其实我今天来的目的是重新评测一下我的能力等级。虽然推演系统不会被机器检测出来，但如果我能把未来10分钟发生的事情告诉他，就可以轻松验证我的能力。我劝你不要抱太大期望，觉醒者一般不会能力突变。收到，任务等级地，我们30秒后到达现场。任务等级地，我们30秒后到达现场。他们又要出任务吗？他在看我，他竟然还记得我吗？菜鸡！混蛋！这些男人家的决斗吧！别闹别闹，他让你跟玩儿似的。哎，菲菲姐，如果有人能预言未来10分钟发生的事，会测评出什么等级？至少得是个 C 级吧。杏仁，你还真是对现在的局势一无所知啊。你知道猎人等级的评定原理吗？不只要看他目前有多厉害，还要看他的潜力。你知道预言未来10分钟这个技能在国家战争面前有多大作用吗？提前10分钟足以决胜千里之外。你该说不说，我得到推演能力后，冷静下来的第一反应是想提前预知一下自己向林诗雅同学表白的结果。这几天我最大的野心就是提前预知了商店饮料罐子上没有再来一罐的中奖码。所以一旦有人觉醒了任何时间系能力，譬如预言未来或者穿越过去，都会立马被评定为顶级 SSS 级猎人。哇，这么厉害的吗？是啊，然后就会被猎人最高机构带走，作为最重要的战略武器，一辈子被保护起来。有这样了不起的能力，一定会被黑暗猎人组织盯上，随时面临危险。所以在我看来，虽然这保护与囚禁无异，但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吧？有关时间能力的觉醒者，全世界都屈指可数。上次听说还是一位拥有改变过去能力的女士，不过她24年前就失踪了，没人知道她的下落。到了，开始测试吧。神呢？我现在毫无自保能力，推演系统不能被任何人发现。差点忘了，我还处于推演状态。今天就到此为止吧。那是那个百灵副队长的空间传送技能。情报有误，任务等级不是 D， 是 S。黑格小队全员阵亡！快喊医疗队！不，已经来不及了。百灵副队长，坚持住！最强小队10分钟后会全员阵亡。不行，要阻止这一切。收到，任务等级地，我们30秒后到达现场。百灵，10秒后将我们传送到任务地点。是。不能坦白我有推演能力，那就只能制造混乱，起码拖延10分钟。哟，这不是小白吗？几天不见，这么逊了。我有种不祥的预感，不会10分钟之后你被我救活了，我被你弄死了吧？大哥饶命啊！第二次，这是你第2次打我，准备好遗言了吗？10分钟，该不会要打我10分钟吧？我就不该上头来阻止他们呢。时间到了。汇报，任务地点已到达，开始执行D级任务——鬼城邪神。你是在跟我说话吗？我不但没能阻止他们过来，还把自己也搭上了。由于队长和菜鸡有肢体接触，所以必须把你们2人同时传送过来。但我的法力不够同时传送6个人，所以小丑和小梦没能带过来。反正也只是D级任务，很简单的。意思是2个主力换了我一个 F 级，岂不是要死上加死了？这个菜鸡抽什么风？上次那么生猛，这次这么狠辣，现在又吓成这副德行。等等，他不会是脑子有病吧？
那倒是挺可怜的。喂，臭小子，瞧你吓成什么样了！放心吧，我还不屑于公报私仇。你不懂我的痛啊！在我余生最后的10分钟里，我要好好考虑一下棺材样式了。不对，我干嘛要陪他们一起送死啊？作为上层，我要马上远离这个是非之地。一个菜鸡不要乱跑！虽然我很讨厌你，但保护弱者是强者的责任，所以不要离开我的视线。我会保护你的，菜鸡。求求你快别说了，让我更狠不小心丢下你们逃跑了呀！他到底在崩溃什么？只是一个地级人物就被吓成这样吗？他果然是个精神病患者，真可怜。哭够了就跟上来，估计只是一些怨念滋生的小鬼怪而已，很快能处理好的。你们就是猎人协会的人吧？我是这条街的居委会主任，就是我上报了这次诡异事件。我们这是城中村，几10年前就说要拆迁整改，后来等了1年又1年也没消息。这儿的人呐，都盼着一夜暴富，渐渐的就有人开始相信一些不干净的东西了。这次就是在小区仓库里发现了一座邪神雕像。这里虽然荒凉，但是路边的小摊很多啊，都是不太新鲜的水果。这里已经穷成这样了吗？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走了半天，好像一个小孩都没见过。寻人启事，居然能把小孩子的年龄精确到天数吗？真是奇怪的地方啊！到了，这个仓库已经废弃很多年了。前2天把里面的东西搬出来，突然发现有一个大大的邪神雕像。哎呦，怎么又打？我有种不好的预感，你们都打起精神，如果遇到突发状况，以人员安全为主，优先保护平民和菜鸡。收到。就是这儿，那些信徒啊，把自己信奉的宗教称为信教，那个雕像就是他们的神。这个雕像，这上面的白骨，不就是在推演中杀死百灵副队长的那些吗？所以，他们就是在这里全员阵亡的。门卫，我还以为你们会来5个猎人，没想到只来了4个。上次为了治好我家老头子的病，我答应献祭给神5个灵魂，少一个我很难办呐。也好也好，我把鲜血献祭给神，将求得神的保佑。地震了吗？我的法力不够传送所有人了，但我不会抛下你们的。足以让最强小队全员阵亡的危机要来了，只有我能帮他们。你们看，血都涌向了雕塑的眼睛。糟了，这魂光有问题，我动不了了，我的能力也用不出来了。难道他是 S 级诡异吗？不能看雕像的眼睛，不然会被定住。你们看，血都涌向了。不要看雕像，把眼睛闭上。这邪神至少是一只 S 级诡异，不要看那道红光，能力会被封印的。怎么可能？听他的，全员听令，闭上眼睛，迅速后退，撤出仓库。虽然没有被定身，但能力确实被大幅度限制了，行动也不受控的滞缓了。可是闭着眼，万一敌人发动了攻击，我们怎么知道攻击方向呢？斜上方。这次不同于从前，我们每次对诡异做出的反击都会产生蝴蝶效应，局面瞬息万变，根本无法得出一次完整的推演。所以接下来我要尝试第一次实时推演。接下来的攻击方向是侧面。难道这菜鸡说的都是真的？这个菜鸡似乎能预知即将发生的事，难道他是万中无一的时间系觉醒者？不可能吧？要不要试试在推演中阻挡一次诡异的攻击呢？这样就可以节省一次推演机会。可龙，快防御！我哪会防御啊？我只是个辅助啊！可是你长得一点也不像个奶妈呀！来不及了，可龙，给全员加速后退。是 A 级技能。他居然连葛龙的战斗属性都知道，难道这菜鸡是感知系吗？现在好像不能叫他菜鸡了。接下来分别是地面，我的背后，我周围的一切方向。果然，随着我逐渐表露能力，鬼的攻击明显冲着我来了。不过好在
已经离门口很近了。先后方，你分不清左右啊，老东西！团队作战的时候只能说东西南北，你找茬才接。谁分得清东西南北啊？谁分得清左右啊？你俩闭嘴，统一用实战方向。白狗，朝左。你是右啊，笨蛋！信不信我出去撕了你的嘴？巴灵，还是你好啊！葛龙，你别哭了，门就在正前方，冲！总算逃出来了，精神力又被耗尽了，白哥他们应该也到极限了吧？喂，猜忌，老实交代吧，你身上究竟隐藏了什么秘密？发生了什么？我这是在哪儿？好像也听不到白哥他们的声音，精神力满了。按照休息1分钟恢复1点来看，我已经昏迷2小时以上了，不能贸然睁眼，要先发制人。开始推演。这是一间卧室，看上去还挺有生活气息的。吓死我了！我还以为又被仙姬给邪神了呢，看来只是随便找了间屋子把我关起来了。外面那是猩红色的云，那是高阶门降临前的先兆吧？趁鬼怪还没涌出，我得抓紧时间离开这儿。趁鬼怪还没涌出，我得抓紧时间离开这儿。先把绳子剪断吧。也不知道白哥他们被关在哪儿。那 S 级猎人呢，左右都分不清。也不知道这次我能不能加入猎人小队。扣了20的精神力，卧室直接被那个怪物撕碎了吗？这不是一间普通的卧室，我的床下有一只鬼。只要我不下床，就不会被攻击。但我也不能一直待在床上，不然等门打开，涌出的诡异还是会把我撕碎。笑死！根本想不出有什么能应对诡异的办法。我只是一个没有攻击力的菜鸟啊！等等，刚才那家伙身上冒着黑气。在这个世界上，活体的类型有3种：1. 生物；2. 诡异；3. 由于和诡异长时间接触而感染鬼气的生物。这种生物的特征就是会浑身散发黑气，所以床下这个应该不是诡异，而是感染了鬼气的动物。被感染的生物一般没有真正的诡异厉害。如果是这样的话，或许我可以搏一搏，或许我可以搏一搏。完全没有胜利的可能性啊！果然，热血动漫喊喊口号就能赢什么的都是骗人的呀！赛季就该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啊，去人家做什么猎人啊？等等，每次他出现都是在我下床之后，难道他只有看到我后才会主动攻击吗？床下的视野很低，如果我能从上面躲避他的视线，说不定能摸到门口，先跳到椅子上。果然看不到我就不会出来。接下来的问题是，桌子离门太远了，不知道能不能顺利打开。好，天助我也，门没锁，再努力一点就可以摸到了。真是惊心动魄呀！不过万幸，顺利逃到了客厅。女儿，我终于找到你了。今晚想吃什么？老鼠、腐肉、牛肉、泥巴，还是尸体？今晚想吃什么？老鼠、腐肉、牛肉、泥巴，还是尸体？除了牛肉以外，没有一个正常食物啊！那今晚吃牛肉吧。不对，不对！不
是我的女儿，你不是我的女儿，滚出去！人生中第一次天被摔死的感觉，真是糟透了。下次得在死去之前及时结束推演。精神力上限又提高了一点吗？原来只有经历最极致的精神痛苦，才能提高精神力上限。不过这代价也太大了，还是先想想那个鬼的问题吧。如果用推演一次次试错的话，有些太浪费精神力了。精神力耗尽后，我至少需要休息2个小时，门不会给我那么长时间。让我接下来想想还有什么办法能一次得出正确答案。根本冷静不下来啊！死亡的感觉挥之不去，我到底为什么要遭受这些？妈妈也不想看我沦落到这种境地吧？越想脑子越乱了。日记本是这个房间主人的日记吗？看上去像是女孩子的日记啊。最爱妈妈。说起来，刚才客厅那只鬼是不是一直在喊女儿？12月23日，今天妈妈说我们是幸福的4口之家，但我觉得妈妈说的不对，我们是5口之家。黑子很爱我，还会保护我，他就是我的家人。等我以后有了零花钱，我要天天给他买好吃的猫粮。3月2日，爷爷生病了。4月1日，爷爷的病越来越重了。我问奶奶天堂是哪里，奶奶第一次打了我，但我不怪奶奶，因为奶奶哭得比我还大声。6月21日，我已经快半年没有上学了。奶奶说小孩子没必要上幼儿园，要省钱给爷爷看病。妈妈也因为要照顾爷爷，半年没工作了。妈妈好辛苦哦。3月1日，今天我第一次见到妈妈和奶奶吵架，因为奶奶把我的学费全拿去给了神。奶奶说神可以救爷爷的命，妈妈说那是邪神，凡事都有代价。我好像不喜欢这个家了，不喜欢妈妈的坏脸色，不喜欢爷爷的咳嗽声，不喜欢奶奶的怪脾气。还好有黑子陪着我。3月28日，爷爷昨天半夜偷偷出门了，我看他拿着一瓶药，奶奶发现了又哭又闹，死活不让爷爷吃那药。爷爷说其实他也舍不得这个家，舍不得去天堂。11月10日，马上就是我7岁的生日啦，我要给最爱的家人准备一个惊喜。没了。日记到这里戛然而止，这个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不过我已经知道今晚应该吃什么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卧室的主人就是客厅那只鬼的女儿。根据日记中记录的内容，也许我知道那个问题的答案了。不知是什么原因，小女孩的妈妈死了，死后的执念化作了鬼，仍深深记挂着自己的女儿。女儿，今晚想吃什么？现在我只需要根据日记的内容扮演好小女孩的角色。妈，你做的饭我都不爱吃，我要吃零食。小孩子不能吃太多零食。是咱家没钱买零食吧？成功了，他果然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了。妈，我要出去玩，我都和朋友们约好了。不可以哦，现在太晚了。我不嘛，我要吃零食，我要出门玩，我不吃晚饭。该说不说，演起来真是驾轻就熟啊。记忆中妈妈还在的时候，似乎也是这样的。真好，和妈妈在一起的日子。宝贝儿，乖乖吃完。我去，原来他刚才念的那些彩蛋都是真的呀！明白了，这个城中村有人在利用鬼怪杀人，这只鬼可能已经杀过很多被丢进这个房间的人了。还想吃什么？妈妈给你做。不能再耗下去了，推演10分钟的限度马上就要到了，我得找到摆平这只鬼的办法。妈妈，其实我一直想跟您说，您辛苦了，
夜深了，您早点回房休息吧。哎，他怎么愣住了？是我演得太浮夸了吗？他不会意识到我不是他女儿了吧？我的女儿长大了，知道心疼妈妈了。妈妈好感动。应该的，你感动起来更可怕了呀，喂！妈，您回房间好好睡一觉吧，让他安心去睡觉吧，别再出来了，太可怕了。他一睡着，我就跑回客厅，然后离开这里。安眠药？妈妈有失眠的毛病吗？好像没剩几粒了。妈，吃颗安眠药再睡吧，这样就不会失眠了。奇怪，我从来没有吃安眠药的习惯呢。我的房间里为什么会有安眠药？哇，他要恢复记忆了！我想起来了，我都想起来了，我已经死了，因为我的孩子走丢了。我的宝贝甜甜，我的女儿在哪儿？你不是我的女儿！真疼啊！要是以前的话，我可能早就放弃了吧。但这次，我不想再放弃了。1周前，我没能救下丁甜甜同学，这将成为我一辈子的遗憾。这次，我想帮帮这个甜甜小朋友的妈妈。即使变成了鬼，但妈妈就是妈妈。我猜，甜甜也是这么想的吧。妈妈，您辛苦了，今晚的晚饭就由我来做吧。妈妈，您辛苦了，今晚的晚饭就由我来做吧。他的女儿走丢了，我的妈妈也失踪了。虽然不知道甜甜在什么地方，但如果她能回来的话，也一定想和妈妈好好吃顿饭吧。妈，一起吃吧。这还是我第一次主动选择不开推演模式，仿佛此刻只是家人平淡的晚餐时间，没有生离，也没有死别。之前甜甜的卧室里布满了灰尘，我猜自从甜甜走丢之后，妈妈就再也没敢踏进那间卧室了吧。所以那本日记，妈妈应该从来没有打开看过，就由我替她转达吧。谢谢妈妈，你是我的英雄，我最爱妈妈了。真好，晚安啦，我的宝贝儿。唉，白哥当初骂的真没错啊，我是不是圣母心太泛滥了，居然会去共情一只鬼？但也正是这样的情感，才构成了人性中最柔软的部分吧。还有一间卧室没看过，不能作死，我还是尽快离开这儿吧。等等，万一楼道里也有鬼怎么办？我还是先开推演模式再出门吧。推演开始。哥哥，你可以带我离开这里吗？我想要自由，但我被困在这里太久了，因为我找不到我的尸体了。好强大的气息，比我以往见过的任何一只鬼都要有压迫感。跑！你也不能找到我的尸体吗？我的影子被盯住了，我不能动了。那你也不要离开这里了。这里还有一只鬼，只要我想离开，它就会出现。但不论是年龄还是性别，它都不应该出现在这个4口之家呀。要找到他的尸体才能离开吗？我已经进过了所有房间，除了最后一间卧室。这最后一间卧室里会藏着什么呢？老伴儿，是你回来了吗？是人？这个家里居然还有一个活着的人。他病成这样，是怎么在一个满是诡异的地方活下去的？那是一家4口的全家福，爷爷、妈妈、孙女和奶奶。既然你们少来一个，就让我自己来凑。原来那个居委会奶奶无休止地向邪神献祭，就是为了救这个爷爷。可惜，这位爷爷已经病入膏肓，只
是强撑着最后一口气罢了。你是谁？我老伴儿呢？他一早去接猎人协会的人，一直没回来。爷爷，我就是猎人协会的，我接到您老伴的委托，帮您寻找孙女。我已经知道甜甜在哪儿了。爷爷，我就是猎人协会的，我接到您老伴的委托，帮您寻找孙女。真的吗？猎人的佣金很贵吧？我就这些钱了，不够的话，我再想办法去凑。小伙子真是年轻有为呀，不像我这个老不死的拖垮了这个家呀。我和我老伴儿是青梅竹马，说好了要携手一生，白头到老。但几年前我得了癌症，医生都说我活不了几天了。我老伴儿啊，为了我开始求助一些歪门邪道，大家都说他疯了。我也想过了断自己，但被他发现了。他求我不要抛下他，我从没拒绝过他任何要求。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甜甜不见了，都怪我没看好她。甜甜走后，儿媳妇也寻了短见，这个家散了，这个家散了，只剩下一个疯婆子和我这个老不死的。真想最后再见甜甜一面，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回家的路。这样啊，我明白了，我会带甜甜来见您的。我想我已经知道甜甜的下落了，就让我为这个4口之家的故事画上句号吧。你好，你可以带我离开这里吗？可以。甜甜，鬼是由人类死前的执念产生，甜甜的执念就是变成一个成熟的大人。甜甜，跟我来吧。或者说，这不是一个4口之家，而是5口之家。甜甜养了一只黑猫，这只黑猫忠心耿耿，对主人寸步不离。所以在第1间卧室里，那个床下被鬼气感染的生物，就是常年累月和鬼待在一起，感染了鬼气的黑子。能让黑子一直守在床下的原因只有一个，甜甜的尸体被钉在了床底，这只鬼身上的血洞就是尸体上留下的钉痕。我想起来了，那天求邪神显灵，让我家老头子多活1天也好啊！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哪怕是生命。我给你买了个礼物。甜甜，别过来！甜甜，那是邪神第1次显灵，用我的命给爷爷续了第1次手。奶奶本想砸了邪神雕像，向猎人协会自首，但她突然意识到，她已经失去我，不能再失去爷爷了，所以她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所以我爷爷有好好活下去吗？我帮到他了吗？我们一起去见他吧。爷爷，我回家了。甜甜，爷爷终于等到你回家了。这些日子过得还好吗，我的宝贝儿？鬼没有提问，爷爷在碰到甜甜的瞬间就知道他已经死了。我终于能安心的走了。老头子，当年你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没想到我们真的同年同月同日死了。走吧，有你的陪伴，去地府的路上也不怕孤单了。老婆子，我说过我不会抛下你的，这回信了吧？女儿，我的女儿。原来你一直都在我的身边，妈妈可以安心的离开这个世界了。灵魂，我看到了鬼怪的灵魂，我看到了鬼怪的灵魂。好烫！妈妈留给我的项链在发光。甜甜钻进我的项链了，
这项链能装鬼？年轻人，带着他离开这里吧，答应我，好好照顾他。他渴望自由，带他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吧。他会成为你最忠心的帮手。作为回报，我会赠予你一份礼物，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曾经，我也无比恐惧挚爱之人的死亡，因为我总认为，生与死是最远的距离。后来我发现，思念也是无比珍贵的东西。原来余生也没有那么漫长，或许很快就会在另一个世界再相见。妈妈留给我的这个项链，我一直以为只能储存21克的物品，现在看来还可以寄宿鬼怪。传说中人的灵魂重量是21克，原来是这个意思。自从获得这个推演系统之后，我的生活几次三番和危险擦肩而过，不知不觉中感觉自己逐渐变得勇敢了。事情终于告一段落了，虽然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比如把我扔进这个家想让鬼吃掉我的人究竟是谁。好困啊，先睡一会儿，恢复下精神力吧。我睡多久了？那是门出现了，鬼怪马上就要降临了，我得快点离开这儿。阿美，阿美，我知道你在家，快开门让我进去，让我看看你。阿美，我记得甜甜的妈妈就叫阿美，是邻居吗？大半夜的，邻居为什么要找过来？让我看看究竟是谁。看见你了，我看见你了。那是什么鬼东西？眼睛，我的眼睛好痛！你的眼球很美味。双手不听使唤了，呼吸不了，快停下来！外面敲门的是一只色鬼，不能和他对视，否则会被他附体控制。在一次次历练中，我仿佛比之前更勇敢了。我对恐惧的阈值越高，我的内心就越冷静，我的手段也越狠辣。总有一天，我会变得越来越强大。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这个单元楼的出口在哪里？我该怎么逃出去？小伙子，他是鬼，你快来我家躲躲。开始推演。你看上去真好吃。这是一只贪食鬼，再来一次。小伙子，他是鬼，你快来我家躲躲。滚！你也是鬼。前面就是电梯间了，后面2只鬼也快追上来了。这里是36楼，如果我坐电梯离开这儿的话，电梯里也有1只鬼。你臭手，你想挑衅我？看来只能走安全通道了，从36楼一路跑下去，这是现在唯一一条路了。至于身后这3只鬼，什么？鬼竟然会自相残杀！不管怎么说，现在安全通道已经是最后一条生路了。这整个楼道都被我占领了，你要从此过，留下买路财。没钱的话，命也可以。不行，打不过也绕不过去，这是我唯一的生路，必须智取。去你的！贪财鬼眼里只有钱，他一定会先去拿回自己的钱。你是不是要抢我的钱？暴怒鬼容易发怒，见谁杀谁。你是不是在挑衅我？让他们俩自相残杀，可以拖延一下时间，但不论谁会上，肯定都会继续追赶我。刚才贪财鬼说过，整个楼梯间都被他占领了，也就是说，只要摆脱他，后面就没有鬼了。快点，再快一点！每层楼的拐角都一样，仿佛陷入了鬼打墙。不能停，不要回头，不要思考，卖力奔跑。我已经麻木了，身体到了极限就突破极限，继续奔跑，如此反复，不能停下来。推演结束了？难道我又死了？难道我又死了？不对，我不是死了，而是推演实现到了。推演系统只能推演未来10分钟发生的事，我这种体力10分钟根本跑不到1楼，怎么办？这是我第一次遇见连推演都无法洞悉的未来，楼梯尽头究竟有什么？我根本不敢在现实中冒险走一遍。糟了，门要被撞开了！
要冲进来了，而我还没找到破局之法，我要死在这儿了吗？年轻人，答应我，好好照顾他，他渴望自由，带他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吧。我答应了要带甜甜去看外面的世界，还有白哥和百灵的安危，以及妈妈的下落。我不能死在这儿。我看见即将弄死你的人！小伙子，他是鬼，你快来滚！他要挑衅你，他要抢你钱。你挑衅！你抢钱！冷静，那接下来分析不会有错，整个楼道都被贪财鬼占领了。即使这是一条没有被推演过的路也没关系，只要坚持下去，就能看到希望。就快到1楼了，可惜，希望是个残忍的东西，因为它往往伴随着绝望。1楼的楼道门被锁住了，后面的脚步声是鬼追上来了吗？可是我已经没有路走了，这不是推演模式，我已经没有后悔的机会了。这不是推演模式，我已经没有后悔的机会了。钱，给我你的钱，或者你的命！是我太紧张了吗？怎么好像幻听到了门锁打开的声音？快关卷帘门！他们从外面打开了门。小伙子，没事吧？我们是小区的保安，听到声音就赶过来了。谢谢你们救了我。开门！开门！给我！快给我！快走，我们先给你找个安全的地方。好，拜托你们了。那是这栋楼，不是整个小区，密密麻麻都是鬼。这儿的人类是怎么和鬼共存的？到了，这个仓库里很安全，你先在里面躲一躲，我们去向猎人协会请求支援。谢谢你们啊，你们也注意安全。等等，这个仓库这不是存放邪神雕像那个仓库吗？难道这2个保安并不知情，还是说他们？这小子真行，扔进鬼楼还能闹出这么大动静。小伙子，快到这个仓库里躲躲吧，这里绝对安全。你，留他们一条命，以后让法律来制裁他们吧。原来这个地方一直都是人鬼共存，鬼不会攻击他们，因为他们信奉邪神，邪神就是这里最大的鬼。太疯狂了，在这里连人类都不能信任，要立刻逃出去。小区门口也有几个保安守着，他们应该都是邪神的信徒，不能让他们发现我外来者的身份。看来只能乔装成保安的模样混出去了。喂，你小子，怎么鬼鬼祟祟的？我怎么好像没见过你？我是新来的。我就说怎么看着面生。这年头找工作不容易，我舅妈介绍我来看仓库。对了，她是居委会的。这样啊，今天你不用看仓库了，跟着我们运货吧。啊！快放我下去！我只想离开这个鬼地方啊！你不能再跟着他走了，得想办法让他把我放下去。那个仓库这么重要的地方不能离人，我还是回去比较好吧。新来的，叫你干嘛就干嘛。今天没什么比运送这批贡品更重要。大街上人和鬼都在和平相处，人不怕鬼，鬼不杀人，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大哥，咱们运送的是什么货物啊？运送的是人，把他们送到广场上去，那里在举行欢迎神的祭祀。我们不也是人吗？什么话？我们是神的信徒，可不是寻常人。你舅妈怎么没跟你说清楚？你看这些神的使者，他们不攻击我们，就是因为……你看这些神的使者，他们不攻击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整日与神相处，身上沾染着神的气息，受到了神的庇佑。这保安把鬼怪称为神的使者，把邪神称为神，真是疯了。因为我穿着那个保安的衣服，沾染了他的气息，所以那些鬼也不会轻易攻击我吗？精神力也满了，我现在就跳车逃跑吧。祭祀马上就要开始了，这次的祭品有3个高阶猎人，等神收到祭品，门就会完全开启，神就会降临。 3个猎人，白鸽、百灵，还有葛龙，他们马上
上就要被献祭了吗？我只是个送快递的呀，你们怎么把我抓起来了？你们不会要杀了我吧？你还不配这么早成为神的祭品，等那几个猎人死了之后，才会轮到你。妈妈救我！2个 S 级猎人，1个 A 级猎人，真是不得了的祭品。这次足够把门打开了。那也得看你们所谓的死神能不能吃下我们，小心别把他撑死。被绑在这根诡异的骨头上，身上的能力完全被限制了。我们还有一个队员呢。那个菜鸡，他没什么用，早就被喂给鬼了。什么？你们竟敢动我的队员？那是菜鸡。白哥看过来了，快跑！他让我快跑吗？他不想让我救他。的确，只靠我自己，大概率救不下所有人。先跑出去请求增援，再让协会派厉害的猎人来救下这里的居民。这儿的通讯设备都被毁了，快些，或许还能救下没被献祭的人。但是，绝对来不及救下马上就要被献祭的白哥3人。1周前的事又要重演了吗？为了那些居民而放弃白哥3人，还是赌一把，把白哥和所有人全部救下？但如果失败了，连我也死在这儿的话，没有人发求救信息，那些无辜的人命，岂不是都背在我头上？到底该怎么做呢？这不是那只贪财鬼吗？他追出来了，我好像有办法了。那边的小鬼，看过来！你这辈子都发不了财，来抓我呀，笨蛋！混蛋！他不是信徒，他是外来者！抓住他！准备好了吗？我先从哪里开始比较好呢？那是那个傻子又跑回来做什么？等等，他怎么把鬼都引过来了？这些鬼都发怒了，只要嗅到人类的气息，就会开始无差别攻击。怎么回事？快让他们冷静下来，不要耽误仪式。就是现在，只要不碰这根骨毛，我们的异能就不会被禁锢。门还没开启，这里的鬼再多也不是我们的对手，正好来个一网打尽。蔡进，上次在仓库，你好像有洞悉敌人招式的能力，之前咱们磨合不够，要不要再试一次？放马来吧！全员听令，保护好李小黑，听他指挥。本人保护好村民。现在所有的鬼都在无差别攻击，白哥，就是现在，全体攻击！不要杀我的孩子！神力竟然为鬼挡道，为什么？难道这些鬼生前都是他们的？白哥，小心编号！神力竟然为鬼挡！白哥，别分神，小心编号！不要被影响，别停下！我看见了无数种黑眼，无论如何也无法阻止这些村民为救诡异而死。可要是这时候停手，死的就是我们。所以不能犹豫，我们只能杀下去。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守护的对象，他们有他们的选择，我也有我的选择。一旦做了选择，就回不了头了。住手！快住手啊！不要杀他们！只要能让我们的家人永远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愿意以自己的鲜血为代价。神啊，降世吧！神啊，救救我们吧！不要让我们的家人再离开我们了！糟了，祭祀启动了！S级的门又打开了，我们得快点把这些鬼处理完，让门自行合拢。不行，这个门和之前的不一样，这个门是村民为召唤邪神而献祭，强行用阵法从外部打开的门，就像没足月的胎儿强行剖腹产一样。我们得先打破阵法，再从外向内强行关门。破坏法阵之后，要怎么关门？我没力气飞那么高了，而且这个村子生出的诡异数量已经足够庞大，如果门完全开启，更多诡异跑出来，到时候我们肯定不是对手。不好，又来一只鬼！等一下，我好像认识他。你认识鬼？这是甜甜床下那只黑猫，黑子。没想到他从被鬼气感染的生物变成了真正的鬼。他是来找甜甜的。啊，你是来帮我们的吗？这也太刺激了！
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历？鬼竟然会帮他？不管了，先逃出这里。百灵，继续加固护盾。是。葛龙，高空容易缺氧，你辅助小黑。明白。我来破坏阵法。李小黑，我们只能帮你到这儿了。阵法已破，但门已经开启了一条缝隙，能不能关上就看你的了。这么大一扇门，我哪儿关得上啊？他快出来了，用力啊！我还要带甜甜去看外面的世界，我不能死在这儿。啊，这是甜甜。哥哥，一起离开这里吧。好旺盛的能量，执念越深，鬼气越强。那我们就一起离开吧。门关上了，甜甜回到项链里了，黑子也钻进去了。等等，黑子也……啊！救命啊！搞什么？明明是 S 级事件，却说成 D 级任务，协会情报怎么做的？还有，增援来的也太迟了吧！我们都打完了。不好意思啊，白鸽队长，这次是协会的失误，协会给你们准备了丰厚的赔偿。是，赔偿都算在李小黑头上吧。这次多亏了他。话说回来，他人去哪儿了？您是说那个 F 级吗？他去单元楼里了，说是要叮嘱工作人员将一户人家的尸体和鬼怪合葬。这样也算和家人在一起了吧？你拿太多了，这里的任务补偿款还没批下来，光靠我的 F 级补助金可没这么多钱。唉，这两个只能选一个。选择棒棒糖。小孩子吃糖会长蛀牙呀。我不怕，我是鬼。也对，但你尝得出味道吗？当然，人类的味觉和情绪我都还保留着呢。那你跟其他人还挺不一样的。或许这也是我能住进你项链里的原因吧。短短几天，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但经历了一场生死危机，现在还让甜甜和黑子住在我的项链里，和我同行。不知道协会总部会不会提升我的能力等级，B级以上的猎人就可以查看机密文件了。如果妈妈也曾是猎人的话，我或许能查到她的下落。今日城南一座城中村发生一起重大恶性鬼怪作乱事件，猎人协会成员及时出手，成功阻止了 S 级别鬼门降临。这片城中村竟出现人类饲养鬼怪、保护鬼怪的离奇现象。据调查，是部分村民将死去的亲人所化的鬼怪豢养起来，以解思念之苦。为此，甚至不惜与猎人协会抗争，通过献祭生命与鬼怪进行交易。猎人协会呼吁民众，人类要坚定地站在鬼怪的对立面，同仇敌忾，相信总有一天，人类会战胜鬼怪。会长，这次城中村情报出现重大失误，真的是他们搞的鬼吗？不出意外的话，就是他们。长生会那群疯子思想偏激，手段狠厉，与猎人协会为敌，一心认为鬼是比人类更高级的生物，甚至想通过让自己转化为鬼而实现永生。这次你坏了他们的事儿，之后一定要小心，他们很可能已经盯上你了。另外，你说那个 F 级小子这次表现很棒，可他的能力很弱。我觉得他有隐藏能力，应该是和预言相关，但没有预言术那么厉害。他自己也含糊其辞。根据他的种种行为，我推测他应该是 B 级异能第6感，一种感知型异能。这个异能并不稀奇，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优秀的使用者。我们得留住他，还要小心他被长生会盯上。明白，我这就给他升级为 B 级猎人。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诗雅同学，这边送你的，喜欢吗？这不好吧？同学之间，玫瑰花有点不合适。哎呀，送花还是太冒失了。但是诗雅同学还有3分钟就到了。认真推演。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哎，你的甜筒。天哪，这么巧！我刚刚在出租车上就在想草莓甜筒，我们真是心有灵犀。动物园新开了一家主题餐厅，我刚刚预定了座位，咱们不用排队了。啊，这么巧！我没吃早饭，正好想约你去尝尝那家餐厅呢。我发现你和我总是能想到一起去。那我们很有缘啊！恋爱必备技能，无限推演，哦耶！今天是这家动物园的主题活动日吗？
工作人员都打扮成了动物的样子。真的，不知道他们热不热。请慢用。林同学，我们马上就要毕业了，你想从事什么行业？我的自媒体账号已经有10几万粉丝了，毕业后我想做一个专职主播。啊，择日不如撞日，不如今天我就开个直播吧，来记录下我们的动物园 vlog。好啊。哇，好多人看你直播啊，原来你是个大网红啊。我很厉害吧？你要不要也考虑做个兼职主播啊？远处有个什么东西，那是什么？小黑，你怎么了？没什么，可能是我眼花了吧。3个园区，我们先去哪里呢？素食动物、杂食动物、肉食动物。这么看来，动物园还真是个神奇的地方。神奇？不都是我们认识的动物吗？你看，在动物园里，北极熊和南极企鹅在一个馆，斑马和猎狗成为邻居，猴山紧挨着狼窝。原本在这个地球上一辈子都不会有交集，甚至是死敌的动物们都在同一个地方出现了。这难道不是很神奇的事吗？还真是。不仅仅是动物，其实来动物园的游客也是这样。这里是市里最大的公办动物园，票价只要10块钱，所以不论是贫困、中产还是富有的家庭都会来这里。这些人在社会上可能一辈子都碰不到对方，但却能在动物园里无数次擦肩而过。就算阶级不同，在动物面前，大家似乎都变得一样了。你说的很有道理啊，想不到林诗雅同学能想到这么多，完全不像一般的学生思维。没有啦，我也只是随便说说。好了，我们先去看长颈鹿吧。等等，那是什么？紫色的门这么一瞬间就打开了。门的种类千奇百怪，不同于天然鬼门，这恐怕是感染门。感染门内没有鬼，但具有鬼气，可以感染现实世界，时间久了甚至会吞并现实空间。鬼气感染，那我不就会变得和之前的黑子一样？大家快跑！时间一久，这个动物园都会被门吞没，我们就出不去了。糟了，头好晕，已经来不及了吗？时间过去多久了？之前昏倒的人怎么不见了？发生了什么？什么情况？我变成兔子了！林诗雅，来人啊，放我们出去！狗头人，老实待着，外面很危险，留在这里才是对你们最好。怎么回事？感觉身体机能变差了，难道变成的动物类型也会影响原本的生理属性吗？不行，虽然这些狗头人不会伤害我们，但我根本打不过他们。既然这样，甜甜，这是什么？有鬼呀！甜甜，不要伤他们，他们是被感染的人类，或许还有神智在。就现在，冲出去！天哪，主动召唤鬼怪战斗，竟然消耗了这么多精神力，看来之后得节省一点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减少精神力消耗？门越来越大了，整个动物园都被感染了。门内世界与现实世界交叠，一旦门布满整个天空，吞没了现实空间，我们就永远出不去了。这里变得好诡异啊！门影响了现实世界，这里已经变成诡异扭曲的地狱了。不能久留，还是找到林诗雅后尽快离开吧。话说回来，这个 A 级门的诞生又是承载了什么执念呢？这是什么？动物园游玩守则。被感染的动物园竟然连游玩守则的内容都变了。这是什么？动物园游玩守则。被感染的动物园竟然连游玩守则的内容都变了。里面有一条假规则吗？是哪一条呢？兔兔弱得可怜。的确，我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变得孱弱。狗狗是人类的好朋友，所以狗头人真的是在保护我们，因为外面的世界很危险。如果听到羊说话，可能已经重度感染，也就是说，我现在可能还没完全感染吗？狮子有逃离动物园的办法，如果这条规则不是假的，那这就是逃离这里的方法了。可我现在连狗都打不过，
怎么去找狮子呀？怎么回事？我的精神力怎么莫名少了2点？我明明什么都没做啊！难道被鬼气感染的现实世界会不断侵蚀人的精神力，直到精神归零，人就会被彻底感染，变成当初黑子一样的怪物？接下来或许没有通过休息来补充精神力的机会了，因为在这个世界停留时间越长，扣的精神力就越多。我要更谨慎地使用推演和项链了。如果动物园里的动物都是被感染的游客变的，那么变成什么动物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我为什么是兔子？什么味道？是从那边传来的吗？香得令人作呕。羊源，我记得游玩守则里说，羊是人类的好食物。如果听到羊开口说话，说明已经重度感染，产生了幻觉。这是……快吃，快吃！我要吃得越肥越好。快吃！我要饿死了！妈呀，饿死了！快吃！羊真的开口说话了？难道我已经重度感染，产生了幻觉？你是说那条规则是假的？游玩守则里说，重度感染的话要喝兔子血来着。我现在不就是兔子吗？那我喝自己的血就可以了吧？这样应该能净化自己吧？现在看呢？快吃！没有任何变化呀！我明白了，如果真的有一条假规则的话，一定是出在第3点和第6点之中了。因为目前看来，第3点和第6点是相悖的，第3点应该是假规则。毕竟我现在精神力还有很多。那是什么？这只肥了，不错。有狼？守则里没有任何关于狼的介绍。那股香的诡异的味道，就是从这个房子里发出来的。我得跟上去看看。这是羊肉屠宰场？羊吃的这么肥，就是为了被屠宰吗？不对，游玩守则最后一条说，这是一个吃人的世界，所以第3条是假的。羊是游客，是人类，一般人的精神力都没我多，所以感染也比我快。他们已经严重感染，没有神智了。所以这些狼是在吃人吗？哟，一个小兔子偷偷溜到不该来的地方了。糟了，我该怎么办？跑！能跑？这么勇敢的兔子实在很少见，狼群需要得力的帮手。给你2个选择，要么被我们吃掉，要么成为我们。成为你是什么意思？开始推演。这么弱还想反抗？兔子再小也是肉啊！不要杀我！我想要成为你们。打又打不过，跑又跑不掉，还是别浪费精神力了。恭喜你，小兔子，你要成为狼了。带着呢，你就能跨越好几个阶级了。好恶心！进来吧，欢迎加入动物园管理层。想成为一个合格的狼，首先要学会吃羊。如果我的推测没错的话，这儿的动物应该和我一样，都是人变的。所以，人在杀人。一想到这些羊都是人，就忍不住作呕。但这儿的狼太多了，我不能暴露出来。瞧瞧，我们这儿的羊养的都很肥，烤好了可是1等1的美味啊！怎么回事？这股香气明明味道没有改变，但却不再令人作呕，而是真的很美味的感觉。突然感觉好饿，难道我真的变成狼了吗？在这个动物园里，羊是最多的动物，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想要成为有品味的狼，就要学会品尝羊的味道。餐厅里还有很多贵客，猩猩、豹子、狐狸，大家都爱吃羊肉。完全带入动物视角了，没一个人察觉到这有什么不对劲的吗？动物园里变成羊的人类这么多，大家的精神力都耗尽了吗？怎么，饿了吧？一想到这些羊是人变的，就好恶心。但我真的好饿，羊肉的味道好香。来吧，尝尝看。第一次都会不适应，但是习惯之后，你会爱上吃羊的。谢谢，我暂时还不想吃，也不想在这个工厂里工作。没关系，你慢慢会适应的。你去看守羊圈吧，一般的狼都娇生惯养，不愿意做那种下等工作。好，明明大家都是游客，为什么会变成不同的动物呢？是根据什么逻辑划分的？这是管理层手册，你得按照上面的做，否则这个世界容不下你，你会死得很快的。
管理层手册，让我看看，这看起来像是新的规则。新来的，你真的不打算尝一口美味羊肉吗？不了，我先去看守羊圈了。明白了，我明白人类游客都是根据什么逻辑变成动物的了。虽然大家的外表都变成了动物，但思维方式和说话习惯没有改变，所以兔子园里的兔子都是小孩子或者学生，包括我。高哥想保护所有人，所以应该是对应了社会上的公职人员。羊是最常见的大众，以工作党为主，出卖劳动力，换取一家人的生活所需。他们不能吃得太少，否则会被饿死；又不能吃太多，否则会被好好收割一番。而负责收割的狼，对应的应该是中产阶级或者小资本阶级。而我之所以能想到这些，不仅仅是动物，其实来动物园的游客也是这样。这些人在社会上可能一辈子都碰不到对方，但却能在动物园里无数次擦肩而过。就算阶级不同，在动物面前，大家似乎都变得一样了。而林诗雅为什么没和我一样待在兔子园里的答案，我也想到了。林诗雅同学很可能有隐藏身份，这个身份对她而言比学生更重要，所以她应该是在其他地方变成了其他动物。想到这儿，我越发确定我没有发疯。这个动物园表面荒诞至极，实际却暗含逻辑。这些羊就是货真价实的人类。我要救下他们！跑，快跑！继续待在这儿会被狼吃掉的，已经有很多羊被吃掉了。快吃，快吃！听说它就会饿死，离开羊圈也会被饿死。为什么没人信我？为什么不跑？怎么会这样？瞧瞧，兔子就是兔子，哪怕变成了狼，也依旧天真的可笑。整个动物园只有这里的草最肥沃，你想放羊离开，他们离开这里还能去哪呢？糟了，狼来了！站住！救不了羊了，我得快跑！有意思。跑哪儿去了？明明看到是这个方向的。喂，你刚刚有见过一只狼跑过来吗？没有。走，去别的方向找找。我支开他们了。谢谢你啊。素食动物区已经被狼接管了，请问杂食动物区怎么走？杂食动物区在那边，但你现在是狼，去那里会被排挤的。果然，除了第3条之外的规则都是对的。我作为尚有心智的人类，大象会帮我打掩护，但他们并不会帮我抵抗狼。大象几乎已经完全变成了动物，人类特征所剩无几，是我目前见过感染最严重的动物。狼管理手册里第3条也是对的，狼定期给点微不足道的草，就可以和大象井水不犯河水。这里的栅栏这么低，你们为什么不跳出去啊？你们和狼应该不分伯仲吧？为什么不去抢占羊圈的草？听说那儿的草才是最肥沃的。你不知道大象是唯一不会跳跃的哺乳动物吗？况且这里的草已经足够满足我们的需求了，没必要出去冒险和食肉动物抢地盘儿。听说象园曾经就是上一处羊园，但我们对外界的事并不关心。是啊，我们已经老了，管不了太多了。什么声音？什么声音？是杂食动物那边传来的。谢谢你们，我去那边看看。是猴子们又闹事了吧？这只小狼真可爱，天真的像一只兔子。看来大象代表退休的老年人，他们垂垂老矣，尚有财富和人脉，但却完全没有斗志。我想团结他们出手去救羊是不可能的了。这是猴子军团。现在我们杂食动物要团结力量，一起打倒狼，解放羊，冲！兄弟们，一起解放羊园，为了整个动物园！太好了，猴子反抗狼，或许他们能救出羊，我也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吧。算我的。你是肉食动物，他们是杂食动物，你就算想加入他们，他们也容不下你，哪怕你和他们的目标一致。猫，你不也是杂食动物吗？我和那群猴子不一样，而且不要叫我猫，我是人，我有名字的。你还有人类的神智？是啊，我叫高虎，是个猎人，精神力比普通人高很多，所以现在还保留着人类的神智。你应该也一样吧？言归正传，我拦下你是不想让你去送死。送死？你是说猴子军团成不了？靠这种自下而上的反抗是没用的。走吧，我带你回羊园看看。
会这样？这么多猴子，怎么可能一下全死光了？这也太快了！因为他们被卖了，你看，合作愉快，我们会履行承诺的。以后你可以天天来我们阳源工厂的餐厅里吃肉了。狼狼管理手册你看过了吧？你不奇怪吗？猴子军团这么有威胁性的东西，手册里提都不提一句。好吃，真是太好吃了！肉果然比草好吃多了。什么？我现在可以告诉你，这个动物园里根本就没有猩猩。那坐在餐厅里吃肉的猩猩是……我明白了，这个动物园里根本就没有猩猩。该死，一开始就该注意到的。餐厅里的猩猩就是每一任猴子首领变的，所以猴子军团一开始就不可能成功，以后也永远不会成功。来吧，欢迎加入肉食动物的世界。又是羊肉的香气，糟了，越来越饿了。再这样下去，我迟早会吃羊，不是吃人。我知道你想大干一场，把这里所有的游客都救出去，但想靠猴子们这样从下往上硬碰硬是不可能了。我们只剩下一个办法。什么办法？成为规则的制定者，狮子。等你成为狮子之后，就可以下令释放整个动物园，或者成为整个动物园的王。不过，在成为狮子之前，你要一步步沿着肉食动物的路向上爬，也就是你会吃掉很多人。为什么又是这种选择？想救下更多的人，就要先牺牲一部分人。更何况，我现在就忍不住想要吃人了。你小子干什么？吃肉？我已经不是兔子了，我的血肉只能果腹，不能补充精神力。走吧，去肉食区。你小子和一开始优柔寡断的样子完全不同啊！和鬼怪打交道这么久，我早该明白白哥那句话：优柔寡断注定得不到什么好结果，唯有冷酷果断才能得到想要的结果。你认识白鸽队长？可以啊，等回头帮我要个签名。马上要到肉食区了，那里一定是个黑暗恐怖的地方，打起精神来。我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肉食区这么和平吗？画风都变了呀！俺也不造啊，俺也没见过呀。二位是想加入肉食园区吗？参加考试是成为肉食动物最快的方法。当然，您也可以选择直接进入，不过那样对二位来说太残酷了，可能随时会被其他动物吃干抹净。通过考试可以成为狮子吗？如果您在考试中表现得足够优秀的话，您可以成为任何您想成为的肉食动物。考试是适应这个世界的捷径。好，我们要考试。和现实世界一样，考试往往是下位者爬上上位的唯一途径。俺勒个亲娘啊！这里和外面的素食杂食园区完全不是一个发达程度啊！最顶层的动物们已经享受到了远超这个时代的优渥生活，羊连草都吃不饱，肉食动物们已经开始研究飞上天了。不，它们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像咱俩一样保持清醒的猎人，终究是少数。哪怕是肉食动物，绝大多数也已经深陷在这片混沌之中了。这就是你们的考试地点了，你们将在这里住上3天3夜，完成3场考试。你们小组共10人，3日之后，第1名可以成为狮子，第2名可以成为豹子，第3名可以成为棕熊，第4名可以成为除前3名外的任何动物，第5名之后考核失败，去留随意。小子，这里的人没一个省油的灯啊！看来有场硬仗要打了。这里甚至已经有接近顶级猎食者的豹子。擦！好不容易才从素食区跑出来，居然还得考试！小兔子，害怕的话就靠着我吧，我现在还不饿。大家冷静，我们是来考试的，要遵守规则。你怎么知道规则是什么？也许这里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哼，真是一群单纯的傻子。这里的人没一个省油的灯啊！比起这个，我更在意这里为什么会有豹子。
作为已经接近狮子的顶级猎食者，为什么还要来参加考试？真是一群单纯的傻子。第1场考试名为幸运，幸运是所有人最重要又最容易忽略的人生课题。接下来，每人从箱子里抽出一张牌，牌数从1到10，分别对应第1名到第10名。这么简单？纯运气游戏啊！这不公平。纯粹运气？我看未必。开始推演。现在你们每个人都有一张牌，在揭开之前可以自由选择和他人交换。我们连自己的牌面都不知道，没什么可交换的，直接揭开吧。哇，太幸运了！我是1号，我要成为狮子啦！你几号？我是6。我是10号。真的这么轻易就决定考试结果了吗？不对，刚刚规则只说了，在揭开前可以自由交换，但没有否认揭开之后不能交换。这根本就不是运气考试，而是实力考试。而这里实力最强的就是现在我是1号了。还有谁不服？大可来试试。原来如此。现在你们每个人都有一张牌，在揭开之前可以自由选择和他人交换。我们连自己的牌面都不知道，没什么可交换的，直接揭开吧。小子，你在想什么呢？我在想，猎豹应该是除了狮子之外最顶端的猎食者吧？那当然，你打不过的，放弃吧。喂，秃子，把你的牌换给我。遵命，狼大人。我是1号。小子，拿命来！黑子，项链能隐藏鬼怪气息，让周围的人看不见寄生的鬼怪。在这个弱肉强食的黑暗丛林，我要给他们每人一个下马威。这小子，他是怎么做到的？1号牌在我手里，不服的可以来试试。接下来3天，少来招惹我，别给自己找不痛快。这是我第1次杀人。诸位，夜深了，请回到各自的房间休息吧。房间里有丰盛的食物供各位享用。明日将开启第2轮考试。1号房间还不错，可以好好休息一晚上了。希望睡觉补充的精神力能高于在这个诡异世界流逝的精神力，否则我的精神力只会越来越少。好香的味道，不知道什么动物的肉，但在这个世界本质上都是人肉吧。好饿，这才第1天，不知道我还能挨多少天。我迟早会忍受不了饥饿，要是到了那时候，我该怎么办？这是什么？这是新的规则。果然啊，不过这个手写字体有些眼熟啊，这不是和游客手册最后一行字体一模一样吗？会是谁留下的呢？既然规则如此，这也就意味着考试之外的时间也是可以随意厮杀的。还有2场考试，现在少一个考生，之后就少一份威胁。这么想来，兔子虽然是10号，但也未必安全。我得保护兔子，让这里的人都看到我进了他的房间，打消他们不该有的念头。天哪，是狼先生，您是来找我玩的吗？我不是来找你玩的，我是来保护你，让你平安度过今晚的。您真是大好人，快请进来。你没吃肉吗？也没看到盘子底部的字。我是兔子，不吃肉的。您专门来保护我，我要好好报答您。我的确有件事需要你做，这也是我来找你的目的。我明白的，我知道你想做什么。来吧，今夜让我来服侍你。你在做什么呀？不是吗？除了这个，我什么都不会啊。快穿上衣服，我不是那个意思。你都经历了什么呀？好了，睡觉，我睡地上就行，明早有事找你。好的，先生。你要干什么？救命啊！外面好恐怖，如果不是狼先生的话，我可能已经死了。明天要更加努力地报答狼先生。睡啊。晚安，狼先生。
精神力和昨晚入睡前相比没有变化，看来睡觉已经不能给我补充精神力了。再这样下去，我的精神力迟早会被耗光，变成和这些人一样的傀儡。早安，老先生。到我需要你的时候了，给我你的血，我需要兔子血保持理智。没问题，老先生，请吃吧。你手腕上怎么有这么多伤痕？我也忘了，好像从有记忆以来就有它们了。谢谢。你叫什么名字？我没有名字，大家都叫我贱货。出去后，我给你起个新名字吧。好啊，老先生。早上好，诸位。幸运的是，昨晚又有2名考生死去，现在只剩下7位考生了，恭喜各位。狐狸从4号房走出来，他咬死了鸡；猪从2号房走出来，他吃了老鼠。热身结束了，真正的血腥丛林要拉开序幕了。热身结束了，真正的血腥丛林要拉开序幕了。第2场考试名为明争。在这个世界，明面上的竞争是最重要的。这个游戏一共3回合，这里有7张牌，分别是数字1到6，以及1张王牌。拿到王牌的人可以指定任意数字牌，完成任何命令。游戏过程中不可使用武力强行换牌，且国王的命令是绝对的。开始推演，除了王牌之外，所有数字牌都不能亮出自己的牌面，以保证国王命令的公平性。我抽到了王牌，所有数字牌统统自杀。什么？需要报出具体数字才能发布命令哦。老朱，我们昨晚不是说好结盟吗？你想想，你连明天的考题都不知道，万一第3场考试必须要2人合作的话怎么办？我才不管，要怪就只能怪你们运气太差了。1、2、3、4、5、6号自杀。什么？我的双手不受控制了！什么？我的双手不受控制了！这座动物园的一切都受到规则操控，而在这座大厦里，裁判的话就是规则，国王的命令是绝对的，所以我不能阻止自杀行动，不能让猪开口说话，不能让猪成为国王。第1回合开始。规则只说不能使用武力强行换牌，但没说不能在抽牌前直接弄死考生。你干什么？老子心情好，看你不爽想弄死你。要怪，只能怪你运气太差了。果然，以狼的实力，杀死猪还是很容易的。但这样一来，我倒成恶人了。很好，很好，你可以把所有竞争对手都杀掉，但那样你就无法命令任何数字牌了，你将永远被困在这局游戏里。我当然不会无缘无故杀人，但我也没必要跟你们解释。我只警告一遍，一会儿不论谁抽中国王，都不许下达任何负面指令，否则考试结束后我就会杀了你。今天真是一场欢乐的考试，不如我再加一条规则给大家助助兴吧。现在有1位考生死去，号码牌必然会有1张被剩下。国王的命令必须指定具体的号码，如果被指定的号码牌轮空，则国王死。顺便提醒一下，游戏中是不能亮出牌面的。接下来请诸位继续抽牌吧。原来裁判可以临时更改规则，在这座大厦里，裁判就是上帝。我拿到了国王牌，让我想想发布什么任务呢？我会听狼哥哥的话，发布正向指令的。可是我不知道几号牌被轮空，万一命令到了空号，我会死的。我是1号，规则只说不能亮出牌面，没说不能说出自己的号码吧？信不信我就看你自己了。好啊，那我命令1号，1
一边唱歌一边学兔子跳。哈？我在给自己找什么罪受呢？就这样被你征服？这也太高了吧！要不还是杀了我吧。第2回合我是国王，我是1号，我是2号。高虎应该会对2号下指令，毕竟他的单纯大家都看在眼里。1号做鬼脸。喂，你干嘛选我呀？李小黑，他们都觉得你是坏人，可我知道你这家伙在素食区还是很热血仗义的。最后1回合了，我是国王，告诉我你们的号码吧。我要是想杀你们，刚才就动手了，所以你们没必要和我为敌。1号，我是2号。高虎和兔子都值得信任，随便选一个吧，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2号，做一个下蹲起。有意思，国王，你输了。什么？有意思，国王，你输了。什么？为什么？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死了？为什么？我触碰了哪条规则？不对，原因是什么？我心知肚明，我被兔子骗了。为什么？我明明那么信任他。等等，我的情绪不对劲，精神力在不断损耗。这个诡异世界不断侵蚀我的神智，妄图让我精神归零，彻底融入这个世界。我要稳住心神，稳定情绪，开始推演。1号，2号，6号，做一个下蹲起。有意思的小子，小姑娘，请吧。白哥说的没错，我这种天真的傻子，注定成为不了强者，连强者都要学会舍弃，我却总想着能救一个是一个。我现在不杀他，不是手下留情，而是我要他死的有价值。6号牌，给自己一耳光。有意思的小子，小姑娘，请吧。我厉害啊，小子！你怎么知道兔子撒谎了？小姑娘看着单纯，没想到是个狠角色。考试规则是这栋大楼存在的第一原则，凌驾于一切生物之上。恭喜大家，第2天的考试也结束了。所有活着的6名考生，名次平移至前6名。明天将进行最后一场考试，祝大家好梦。想要我的命，准备好付出代价了吧？想要我的命，准备好付出代价了吧？没错，吃掉它，它的血肉能供我消化好一阵了，我的精神力也可以得到补充。没错，吃掉它又怎样？这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我在做什么？它的本质是人类啊！竟然想吃人肉，是因为这个世界的诡气在侵蚀我的理智吗？还是因为我真的已经自甘堕落到了这种地步？没有法律，没有舆论，我就变成这样了吗？在国王游戏的第1回合，兔子作为国王，明明可以直接杀死我，但却只让我做了简单的指令。那为什么在第3回合，他要突然杀死我呢？中间短短几分钟发生了什么？喂，你干嘛选我呀？李小黑，他们都觉得你是坏人，可我知道你这家伙在素食区还是很热血仗义的。高虎说出了我的名字，兔子知道了我的名字，所以决定杀了我。他和我有私仇，也就是说，他有人类时期的记忆，他也是异能者。可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得罪过一个小女孩啊，而且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啊，是蛇考官，大半夜的，他要坐电梯去哪儿？是蛇考官，大半夜的，他要坐电梯去哪儿？这大厦有这么多层吗？我得跟上去瞧瞧。来了，杨洋。说了多少次了，叫我19号。咔咔咔，你这是要彻底抛弃人类时期的身份啊！
掌控别人生死的感觉真是美妙。我负责的考场已经连续10次无人生还了。你是把考题故意设置成死局了吧？那多没意思！我每次看着那些幸存者对我感恩戴德的样子，就感觉舒服极了。只要在这栋大楼里，我们就是上帝。第一次体会做人上人的感觉，实在是人类社会里无法实现的伟大游戏呀！让我们共饮兔子血，庆祝我们在这个世界里成为人上人。干杯！过2天再去兔子园宰点兔子吧。最近兔子血不够喝了呀。他们靠着海量的兔子血保持人类的记忆，却依然视人命如草芥。每天上百场考试，有无数考生在这里死去，他们却把这当做了一场游戏。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最后一场考试开始。我是一个善良的考官，所以我出的考题非常简单。它的名字叫暗斗。规则如下：每个人在纸条上写下一个人的名字，15分钟后，全员必须亮出纸条。名字出现次数最多的考生死亡。这次没有保密，大家都能看到对方写的东西。要不要结盟？可以，我们每个人都写自己，这样大家就都能活下来。傻子，每个人都写自己的话，大家都会死，因为大家次数都是最多的。放心吧，你是小孩子，而且是最后一名，你死了对我们没好处，应该比较安全。这场考试不能使用武力，如果大家想把名次提前1位，那应该把狼投出去。可他也没对我们做什么坏事，我不想杀人。要我说，大家一起投兔子得了，这是最安全的方法。这么简单的游戏，明明有必胜的办法呀！你们还在讨论什么呀？哦，这次的考题连我自己都想不到有什么全员存活的办法，你竟然这么有信心？当然，你肯定想不到，你这个考题还有一个漏洞。这次考试的漏洞就是没说不可以攻击考官呢。黑子，什么东西？你竟敢对我出手！有什么不敢的？而且我要杀的不止你一个。黑子，我们去下一个考场。任意杀掉1名其他考生，就可以通过这场考试。不，我做不到。对不起了，孩子，我必须要进入肉食区，找我失踪的女儿。不要！这种考试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不要自相残杀，供人取乐。什么人敢扰乱考场秩序？你们自由了，快离开吧。大哥哥，你怎么能在空中飘啊？我不能走，我一定要成为肉食动物，去找我失踪的女儿。不想走的就跟我来，一层一层，我们打到顶楼去。哇！大家听狼先生的话，一起毁掉这座考场。29层解放，52层解放，79层解放。终于到99层了，一起找那帮考官算账。怎么回事？突然好晕，原来是精神力快耗光了。仅仅召唤了黑子半小时，就消耗这么大。一旦精神力归零，我的理智就会彻底消失了。李小黑，喝我的血吧，打起精神来。大家不能没有你。你我的事以后再说。现在我想帮助你，也想帮助这里的人类。谢谢你的好意，但之前的事，我不会就这么一笔勾销的。好，我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哦，你就是那个造反的小子。我听19号说起过你，你很有本事。只要你停手，我可以授予你狮子的身份。哦，然后再把我后面这些动物一网打尽吗？这一套狼在猴子身上已经用过了，对我没用。以我的能力，会稀罕一个狮子的身份吗？那你知道这个套路也可以反过来用吗？后面的动物听好了，
杀了这个狼小子，人人都能成为肉食动物。这笔买卖好像不亏呀。可他刚刚还救了我们。小子，事情的发展出乎你的预料了吧？只要一丁点的利益诱惑，朋友马上就会变成敌人。女儿，妈妈愿意为你做任何事，哪怕出卖自己的良心。可笑！你在笑什么？难道你还对他们抱有期望？我在笑你，你该不会以为我真的指望他们能做些什么吧？能推翻你的人，从来只有我。你小子还有什么招数？天天，动手！对，精神力消耗太多，快要维持不住神智。我在哪儿？我是谁？狼、兔子，还是人类？杀，都杀光！小伙子，停手吧！蛇考官徇私舞弊，游戏考场危害考生，被狮子协会勒令关押，给各位考生们一个交代。至于你小伙子，你很有潜力，狮子协会邀请你加入，你可以选择成为任何一种动物。当然，你一定会选择成为狮子的，对吧？我选择成为兔子。李小黑哥哥，你醒啦？你为什么没有选择变成狮子呢？我太饿了，可还是接受不了吃人肉。变成素食动物的话，吃草就可以了。而且，我也不能总靠喝你的血维持理智，我宁愿喝自己的。你果然不像通缉令上写的那样，通缉令上你可是一个危害世界的大坏蛋，可我觉得你是个好人。什么通缉令？这就是你之前想杀我的原因吗？我在一个叫长生会的组织，你是我们长生会通缉令的榜首哦，是大家都想要除掉的大坏蛋。长生会？那不是和猎人协会对抗的反社会组织吗？我怎么会成为他们的通缉对象？反社会组织？我们组织一直宣扬自己是为了全人类的幸福和未来而奋斗的美好组织啊！李小黑，即使你变成了兔子，狮子协会对你发出的邀请依旧不变。你可以加入狮子协会，成为唯一一个兔子成员，你愿意吗？我愿意。狮子有离开这的办法，我终于要接触这个诡异世界最核心的部分了。欢迎加入狮子协会，协会成员们在天台等二位。二位请先随我们换套正装。狮子协会可能很危险，你还是离开这吧。不要，狮子协会可是解放动物园的希望，我一定要救大家出去。等我出去后，就让小黑哥哥帮我起个名字好不好？我还没有名字呢。好啊，一言为定。两位这边请。新人来了。狮子协会只有3只狮子吗？如你所见，狮子协会只剩下3只狮子了。如果不是你们大闹考官大厦，导致无法收场，他们2个是不会同意你们加入的。你的声音，林诗雅，你是林诗雅，你是林诗雅。终于见面了，小黑。我一直很担心你，派人找了你好久。后来听说有人大闹考场解放考生，我一猜就是你。你还是那么厉害，那么正义。诗雅，你不会从一开始就是狮子吧？那你在人类世界岂不是？关于我真正的身份，现在还不方便告诉你。你只需要知道我们这同学就够了。如你所见，狮子协会是一个巨大的囚徒困境，这里的每个狮子都有足够的兔子血，所以能一直保持理智和人性。我一直希望能降低牺牲的人数，所以在许多规则后面手写了一些提示信息。小黑，现在只有你能救大家了。一开始还是有很多狮子想解放动物园的，但随着第1晚投票，解放的狮子以1票之差成为少数而死去，后面的狮子越来越保守。这个过程中一直有解放派的狮子想号召大家投票，毕竟大多数狮子在现实生活中都是上流阶层，生活照样风生水起。可惜
保守派终究比解放派多，大家都不敢做先驱者。渐渐的，解放派全死了，只剩下我一个。而我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不得不每晚为不解放投票。而为了降低风险，狮子协会向蛇考官暗示，不能让任何人成为狮子，否则狮子协会还会死更多人。小黑，你们的加入太关键了，我们3个人就有3票，我们3对2，一定可以解放这座动物园，让大家回到人类社会。哼，你也别高兴太早。你也别高兴太早，这2个新人可不一定全听你的。我们当然会选择解放这里，这就是我们2个加入狮子协会的目的。你在人类世界已经是上流阶层，为什么要在这种地方沉沦？因为鬼怪的世界才是最完美的世界呀！我已经家财万贯了，但身体却糟糕极了。而这里不一样，鬼怪的躯体永远强大，人类的生命实在脆弱，哪像鬼怪，只要不被杀，就会有无限的寿命。你说对不对呀，小贱货？赵古大人，你认识他？你们都是长生会的？奇怪，小兔子一心向善，把长生会描述成济世救人的好地方，而这个赵古却思想恶劣。看来长生会伪善的面具下是邪恶的内核，高层和底层的感受根本不一样。来吧，小贱货，和我一起在这个世界活得潇洒。你在真实世界活得实在太惨了。只要你和我一起投票，你就是这个世界的王，你可以肆意妄为，得到你想要的一切。但如果你敢投票解放，一旦回到外面的世界，我一定会把你折磨致死。糟了，赵古说的有道理，小兔子没有任何理由回到那个悲惨的真实世界，那样的话，这个世界永远无法解放。我也想留在这里，但是，长生不是一个人的长生，是全人类的长生。这个动物世界杀戮太多，我要解放这里无辜的游客，让大家回到真实的世界。小兔子，好样的！李小黑，我知道你很厉害，就算你是兔子，我是狮子，我也没把握我能杀死你，但杀了这小贱货还是易如反掌。赵古，我要杀了你！省省吧，在这个世界上，狮子才是最厉害的，哪怕是你也无法违背这个世界的规则。迟早有一天，一定会杀了你。这是小兔子的灵魂进入了我的项链，难道它变成了鬼？是因为它现在的形态就是鬼，还是说它生前有强烈的执念？现在我又有一只鬼了，只不过它还在沉睡。李小黑，你和我的恩怨日后再说，现在可以开始投票了吧？赵古，你会继续选择不解放吧？不管在哪个世界，我只想活着。当然，我一定会继续选择不解放，你就放心跟着我选吧。有我这票在，你一定会安全的。我会选择解放。我也会。所以林先生，请你今晚和我一起选择解放这里，我们只差你这一票。万一……现在开始投票，请每位成员在心中默念选择。3、2、1，投票结束，解放3票，不解放1票。投票不解放的成员将立即死亡，且本世界即将解放，动物园将重见天日。太好了，这个鬼气世界终于结束了。赵古，你完了！哼，完了？谁要完了？我投的是解放啊！因为我临时改主意了，跟着你们2个投才是最稳妥的呀！赵古，你李小黑，我们马上会再见面的。哈哈。经过长达1个小时的鬼气感染，动物园终于从内部破解。关于动物园内部发生了什么，究竟是哪位英雄解放了动物园，还需要进一步核实。我们变回来了，只是不知道这个动物园里还有多少人活了下来。是啊，同学，我有事先回家一趟，回见啊。好的。据统计，此次动物园事件中有上万人遇难，遇难群体大多是社会底层，而中层和上层往往幸免遇难，这引起了大众不满。小兔子，你在吗？太神奇了，小黑哥哥！
我还以为我会死去，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获得了长生。难怪长生会想通缉你。是我没保护好你。小黑哥哥已经保护过我很多次了，你是我的恩人。如果实在觉得愧疚的话，就给我起个名字补偿我吧。如果实在觉得愧疚的话，就给我起个名字补偿我吧。我记得在一本书上见过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冰晶雪莹月琉璃血玫瑰梦月。好的，冰晶雪莹月琉璃血玫瑰梦月。话说回来，你的异能是什么？又为什么会加入长生会？在动物园的鬼怪世界里，猎人是不能使用异能的。其实我的异能是读心，能听到比自己级别低的人的心声。不过化作鬼后，我感觉我的读心没有等级限制了，只需要消耗你的精神力。我从出生起就在长生会了，我是长生会豢养的孤儿，我们中有的被培养为杀手，有的被培养成试验品，有的被送给会员们作为礼物。那个赵谷就是一个终极会员，那天我差点就成了他的礼物，还好我偷偷跑出来。白哥，李小黑，我有3件事要告诉你。第一，你的协会评级下来了，现在你是 B 级猎人，有资格看你妈妈的资料了。第二，动物园事件中，你是不是也帮了很大的忙？回头来协会做个笔录，协会会给你奖励。好，白哥，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个叫赵谷的人的住址？赵谷，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第3件事。你认识他？一个来自长生会卧底的消息，有一个叫赵谷的人，在暗地里招募杀手，想对你下手。你跟他有什么瓜葛？白哥，你了解他吗？不太清楚，只知道是个科技公司的老总，不太好惹。小心，小黑哥哥，我听到了3个人的心声，正在向你家靠近，他们想杀了你。他们3个人的位置分别是窗外、门外、小巷子。果然，他是有能力会扣我的精神力，也就是说，以后我的鬼能力上限就是我的精神力上限。扎古先生这次让我们暗杀的对象也太弱了，一个 B 级猎人而已，值得雇佣我们3个人吗？一个 B 级猎人，我一个人就够了。这钱也太好赚了，你们一会儿一起冲进去，我来强化你们的能力。用不着强化，区区一个毛头小子，给我死！什么？鬼！这里怎么会有鬼？别动，现在我来问，你来答，不要企图骗我，小心自己的小命。赵谷在哪里？好像在市区北边的飞腾别墅。读心发动。我要是说了赵谷先生在兰亭别墅，岂不是死得更惨？哦，原来他在市南的兰亭别墅。你怎么知道的？林云飞，杀人无数，猎人协会的通缉要犯，赏金10万。真是死有余辜。走，去兰亭别墅杀赵谷。小月、黑子、甜甜，一起出来吧。为什么不直接杀了赵谷？那也太便宜他了。何况赵谷很有社会身份和地位，突然死亡的话，肯定会招来警方调查，万一查到我身上就麻烦了。所以我要把这一切都伪装成鬼怪降临。他作恶多端，被他害死的冤魂化作鬼怪向他复仇，这很合理。小黑哥哥，你怎么了？没事，第一次让3个鬼怪同时行动，精神力消耗太快，还有些不习惯。话不多说，开始行动吧。这会儿那3个杀手应该已经干掉李小黑了吧？怎么回事？突然停电了？哭个屁！还不赶紧去看看是不是跳闸了？这是鬼啊！吓叫唤什么？一个停电而已，就把你吓成这样。鬼啊！喂，警察吗？我的别墅里有一只鬼，不过看上去不太厉害，应该是一只游荡的野鬼。你们快叫猎人协会的人过来处理吧。叔叔，你好呀。哦，是协会送来的新礼物吗？这次的岁数也太小了吧，不能让警察发现他，得赶紧把他关起来。小丫头，这里不安全，叔叔带你去安全的地方。哈，叔叔，你能不能帮我找个东西？
等我带你去了安全的地方，再慢慢帮你找。那里还有很多姐妹在等你呢，就是这儿了。这里有9个孩子，都是你的姐妹，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咦，叔叔，这里有10个女孩子呀，你没仔细数吗？哎，还真多出来一个，是谁呀？你是谁？我怎么瞧着有点眼熟？你昨天才杀了我，当然眼熟了。小贱货，你没死？不对，你明明死了，难道你变成了鬼？我不喜欢这个名字，从梦月我有名字了，以后这里的每个女孩都会有名字，她们再也不是你的玩物了。叔叔，你答应帮我找东西的，你能帮我找到我的尸体吗？昨晚我们接到了一起报警电话，报案人说他的家里进了鬼怪，请求猎人协会的援助。我们到达之后，很快找到了一间神秘的地下室，里面有女人生活过的痕迹，还保存了各式各样的刑具，而这些刑具都用在了这个男人身上。经调查，他就是报案人赵谷。这里鬼气弥漫，死者的伤口也不像人为。根据我的经验来看，确实是鬼怪作祟。奇怪，昨晚赵谷不是要对李小黑不利吗？今天怎么就死了？这也太巧了。太好喝了，这还是我第一次喝可乐呢。小黑哥哥，我们偷走了赵谷的电脑，会不会被警察和猎人协会发现呀？会，但他们只会以为是鬼怪作祟，不会联想到还有人在背后操纵鬼怪。这台笔记本里应该有关于长生会的重要线索，我得查清楚长生会为什么要通缉我。找到了，这台电脑里果然有一个隐藏文件库。李倾城是谁？等等，我妈妈的小名不就是倾城吗？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她这个名字，难道妈妈的失踪和长生会有关系？一个没见过的聊天软件，应该是长生会内部沟通的加密软件。玩具城，我能不能假装赵谷问出一些线索呢？糟了，被发现了。算了，不能再节外生枝了。现在最要紧的还是查出妈妈的下落，至于别的事情与我无关。是时候去一趟猎人协会了。想不到才短短半个月，你就从 F 级猎人升级到了 B 级猎人，实在太罕见了。我听说你想查你妈妈的资料是吗？可我们的数据库显示没有关于她的任何信息记录。你妈妈李春花女士应该只是个普通人，关于她的失踪，你应该去找警察局，而不是猎人协会。真的一点记录都没有吗？是这样，数据库里没有关于李春花的信息。如果妈妈真的是猎人，或者什么大人物，或许用的是化名，那能不能帮我查一个叫李倾城的人，或者倾城也行？那还用查吗？全国鼎鼎大名的 SSS 级猎人，代号倾城，我闭着眼都知道他的资料在哪儿。3S 级猎人？是啊，我之前跟你提到过的一位 SSS 级猎人，也是极为罕见的时间系能力者。时间系？我的2种能力，推演系统和饲养鬼怪的项链，本质上分别对应着倾城的时间系属性和长生会想获得的鬼怪长生能力。推演可以操纵时间，项链可以操控鬼怪，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关联呢？倾城隶属于首都的猎人协会总部，3S 级时间系猎人，于24年前失踪，下落不明。只有这些资料吗？我们滨海市猎人协会只是一个分部，你也只是 B 级猎人，所以能查看的资料非常有限。如果你想知道倾城的全部资料，需要成为总部会长，或者你自己也是 SSS 级猎人。菲菲姐，我要成为3S 级猎人。我今年23岁，倾城24年前失踪，那不正是妈妈怀我的时候吗？长生会笃定我的能力与李倾城有关，所以才通缉我。我的能力极有可能和妈妈一样，妈妈绝对不是普通人，她留给我的名字是假的，她真正的名字是李倾城。想要知道她的资料，就只能……菲菲姐，请问我要怎么才能变成3S 级？提升等级只有2种方式：一，根据异能的级别直接判定；二，越级挑战高级任务，成功后可根据在小队中的表现定级。
过听说你的异能被重新定为 B 级的幸运，这个异能无法升级，你只能越级做任务。你可以从任务墙上选取你感兴趣的任务。小黑，这是你第1次接任务，你确定不需要搭档吗？不需要，我的目标是升级，一个人反而更稳妥。了解我能力的人还是越少越好。我选这个吧，看上去简单一些。到底谁一级任务，你可要小心哦，必要的时候及时退出。幸会幸会，学生们终于有救了。最近怪事太多了，警方说一定是有鬼怪作祟。您这么年轻就已经是 B 级猎人了，能力一定非常出众。您客气了，能不能跟我具体讲讲到底发生了什么？第一次被人这么尊敬崇拜，还真是有点不适应呢。前阵子起，有很多女学生无缘无故在自己宿舍楼消失，警方已经把宿舍翻了个底儿朝天，可是还没找到那18个失踪的女学生，监控也没拍到过她们的身影。现在学校已经强行停课了，宿舍楼也进行了肃清，但那些失踪的女学生还是没找到，所以我们只能请求猎人协会的帮助了。没问题，交给我吧。装了波大的，实际我已经两腿发软了。A 级任务啊，当初开门鬼降临也才 C 级而已，当时还派出了白哥这种 S 级王牌小怪，现在只有我自己了。不过我也早已不是当初那个 F 级菜鸟了。开始推演，我得尽量在10分钟内探索完宿舍楼，否则还要再耗费一次精神力。奇怪，宿舍楼不是没人了吗？怎么听到背后有脚步声呢？有谁在那吗？没人，前面也没人。那是什么？那是什么？一个玩偶？是女学生们买的吗？怎么堆在楼道里？算了，一个玩偶罢了，不要了也正常。还是继续搜查宿舍吧。不对，我背后确实有脚步声。这玩偶刚刚不是在这儿吧？他往前挪动了，还是说这是另一个玩偶？不对，刚刚这没有任何东西。我一停下来，背后的脚步声也会停下来。但如果我继续走的话，果然脚步声又响起来了，而且感觉离我越来越近了。他停下来了，那么此刻我的身后的确是鬼怪作祟，这的女生失踪和他们脱不了干系。不过这种程度的鬼还不足为惧，因为我已经不是半个月前的我了。我有控制鬼怪反击的能力。这个玩偶明明是鬼，为什么还会流血呢？什么人？怎么还有脚步声？宿舍门都被打开了，里面是更多的玩偶，被前后夹击了。精神力还算充沛，召唤黑子的时间也足够，应该可以应付这些玩偶。黑子，准备攻击！等一下，小黑哥哥。梦月，你怎么自己出来了？小黑哥哥，这些玩偶并不是想杀你，我听到了许多心声，都是来自这些玩偶。你听到了鬼的心声？不，那是人类的心声，但不是活人，而是亡灵死前的执念。这些心声来自这些玩偶的身躯里，他们在说。玩偶的躯体里传来亡魂的心声，难道失踪的女学生，玩偶里的鲜血？黑子，撕开玩具狗的身体。玩偶里的是失踪女学生的尸体，失踪的那些女生都遇害了，尸体被藏在玩偶里，所以他们再也没走出过这栋宿舍楼。这里玩偶1、2、3、4、17个玩偶，每个玩偶里都藏着一具尸体。可我记得失踪的女学生有18个，第18个在哪儿？让我看看我的孩子。抱歉，这附近鬼气太重，请您马上离开这里。你好，我是协会1级猎人高虎，也是本次行动的小队长，奉命带领协会工作人员一起协助你。好久不见，李小黑。高虎，你是动物园里那只猫？嘿嘿，没错，我们又见面了。我等级太低，
一般就是带着其他1级以下的猎人，协助 B 级以上的高级猎人完成一些任务的收尾工作。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你现在可是我的上司啊！客气了，客气了。看您的年纪，您才是我前辈。话说回来，这个任务还没到可以收尾的时候，一共失踪了18个女学生，但我现在只找到了17个。根据排查，这些女生都有一个共同点，都在同一家玩具城买过玩偶。芳芳，芳芳，我的芳芳，好几天没和家里联系了，有没有人见过她呀？赵芳芳就是至今下落不明的第18个女学生。我们问过校领导了，赵芳芳家境贫困，从小就和眼盲的奶奶相依为命。学校怕打击到她奶奶，所以一直没通知老人赵芳芳失踪的事。想不到老人自己找来学校了。哎呀，我不小心。谢谢啊，您是学校的老师吗？您见过高2的赵芳芳吗？她已经好多天没和家里联系了。我是学校的老师，赵芳芳她去省外参加数学比赛了。再过2天，我一定把她平平安安带到您面前。听说这是新开的玩具城，超级火爆，白天好多人来呢。白天普通人太多，万一打起来会牵连无辜，所以只能晚上来了。我还从来没逛过玩具店呢。等这个任务结束后领了奖金，我给你买一堆玩具。话说回来，玩具城关门了，我们该怎么进去执行任务呢？好问题啊！你是猎人吗？我去，梦月变异了！您是这的保安吧？我是猎人协会的猎人，来调查案件的。但因为这个案子太紧急了，所以我还没来得及申请调查令，想先偷偷溜进去。终于来猎人了，您快进去瞧瞧吧，这地方闹鬼啊！您快进去瞧瞧吧，这个地方不对劲啊！要不是这的工资高，我还有个小儿子需要治病，我才不来这鬼地方呢。哪里不对劲啊？这开业才没几天，已经失踪了好多个保安了，而且全都是夜班保安。据说晚上进入玩具城的人就没几个能活着出来的。但老板好像和上面有点关系，我们报案也没用啊，所以打死我也不会进去的。钥匙给你，你自己开门进去吧，我先溜了啊。玩具城高层想压下这些事，是因为不想事情闹大影响生意营收，还是不想被人发现这些鬼怪和他们有关呢？夜晚的玩具城，哪怕没有梦月的毒心，也能感觉到鬼气森森，简直像掉进了鬼窝一样。脚步声。和我们一起玩捉迷藏吧，给你3分钟时间，被抓到的话就会被撕碎哦，活下来的话有游戏奖励哟。既然如此，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接受游戏吧。黑子，撕碎的。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们是鬼，是我们捉你，不是你捉我们。时间差不多了，还有2分55秒。要加油藏起来，别被我抓到呀！救命啊！这里有个疯子！这次的玩偶里竟然没有尸体，而是一张纸条，写了什么？我？这是什么意思？没关系，我们还有很多时间，把这里的玩偶都拆开，应该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吧？藏好了吗？我要开始找了哟。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我看见你了。小可怜的新生都被我捕捉到了。黑子，上！救命啊！杀鬼了！哦，又有一张纸条。看来每个鬼的肚子里都有一个字，集齐它们，或许能找到什么线索。游戏还有2分半，你们可千万藏好，不要被我找到哟！吓死鬼了，吓死鬼了！别怕，别怕，我来保护你们呀！看来只有把这里所有的鬼都拆开，才能知道答案了。黑子，动手！这些字条上都是背的，看来同一种玩偶的纸条都是同一个字，只能继续找下去了。看不见我，看不见我，看不见我！嗨！提前30秒结束游戏，所有的鬼怪都被我抓到了。最后4张纸条
也搜集齐了，分别是后、在、一、直。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你、后、在、一、直，什么意思呀？等等，顺序错了。正确的顺序是我一直在你背后。什么都没有啊！虚惊一场，是鬼的恶作剧吗？黑子，你怎么了？小黑哥哥，你的脖子后面有鬼啊！刘偶儿，刘偶儿，我听不到他的心声。小黑哥哥仅剩的这点精神力还远远不够，我估计他至少是 A 级的鬼。梦月，停止读心，黑子解除战斗状态，甜甜出来。只靠黑子和梦月是不行了，虽然精神力所剩无几，但也只能召唤甜甜了。战斗形态的甜甜，召唤一下就要20点精神力，挥出一颗钉子需要10点精神力。万一甜甜5招之内没赢的话，我就完了。去！躲过去了。刘偶儿，来顶楼！刘偶儿，回来吧，甜甜。好险，连甜甜都没有把握获胜，我的精神力也所剩无几，又来不及推演，简直是到了死亡边缘。要不今晚先离开这吧，明天去协会申请外援，毕竟是 A 级任务啊。可靠我一个人果然不行。2楼有尖叫声，这座玩具城里还有别人。那只鬼让我去顶楼找他玩，这里是1楼，玩具城一共有3层，会不会是他刚刚路过2楼的时候伤害了其他人？不能见死不救，我还是上去看看吧。你怎么在这儿？你怎么在这儿？白哥，李小黑，你怎么在这儿？我5分钟前来这个玩具城执行 A 级任务，刚刚打完1楼，看到一只鬼跑上来，所以追过来看看。我怎么没见过你啊？你刚进来5分钟而已，我都被困在这里好几个小时了，你当然没见过。我带着百灵、葛龙来执行一个 A 级任务，卡在2楼上不去了。百灵、葛龙，他们也来了呀？这个2楼好像是一片特殊的规则空间，需要4人一起来完成4角游戏，成功后才会浮现出通往3楼的楼梯。但是我们只有3个人，所以一直无法启动游戏，已经被困在这个红光里1晚上了。4角游戏，我听说过，可以说是知名度仅次于笔仙的通灵游戏了。据说可能会召唤出鬼怪。4角游戏就是4个人站在房间的4角，然后由第1个人走向第2个人，拍拍第2个人的肩膀，取代第2个人的位置，然后第2个人往前走，拍拍第3个人的肩膀，并取代其位置，以此类推。理论上来说，当第4个人走到第1个人的位置后，相当于每个人都往前挪了1格，每个角又重新站了1个人，这时游戏就结束了。但传说中，这个游戏的恐怖之处就在于，往往当第4个人走到了第1个位置的时候，原本空荡荡的位置会莫名其妙多出1个人。由于游戏规则必须是拍一拍下一个位置的人的肩膀，且每个格子只能站1个人，所以这时游戏就会变成5个人，多出的1个就是鬼。就这样，玩家永远也无法结束游戏，一直这样转圈，转到死。没关系，李小黑，我们已经有了充足的对策。第4个位置站着的是百灵，如果他走到最后1格，真的见到了多出来的第5人，他会立刻杀死对方。对啊，只要百灵小姐能战胜那只鬼，人数就又重新回到4个了，打破循环，我们就赢了。所以小黑，加入游戏吧。为了安全起见，你去第2个格子，我来做第1个格子。游戏开始后，我走向你，你去找葛龙，剩下的就交给百灵。好。游戏开始后不要回头，一直往前走。没问题。白哥，我听见你脚步声了，来吧。看来游戏开始了，白哥也能从红光里走出来了。但愿最后百灵能战胜鬼怪。白哥拍了拍我的肩膀，那我可以继续往前走了。好安静啊，只有我自己的脚步声，还真有点害怕。玩具城2楼也有好多玩偶啊。本来这个4角游戏应该在空荡黑暗的房间里进行，不过现在有这么多玩偶遮挡视线，效果也是一样的。快走到尽头，找到葛龙吧。
下一个拐角怎么是空的？可龙呢？他不是应该在这里等着我吗？游戏规则不能随意打破吧？否则白鸽早就跑了。还是说……等等，不对，这件事从一开始就不对。不对，这事从一开始就不对。从一开始，可龙就不在第3个拐角。果然，白龙也不在第4个拐角。完了，如果是这样的话，白鸽队长，您都盯着任务墙发呆1晚上了，还在想玩具城的事吗？最近失踪案太多了，许多猎人在调查的时候，都在现场发现了玩具的身影，而且这些玩具都来自同一家玩具城。我在想，会不会是这家玩具城的问题？白灵、葛龙，跟我一起去玩具城。这么晚去做任务，好辛苦啊！不能再耽误了，否则会有更多人牺牲。回到第1个拐角了，果然第1个拐角也没有白鸽。完了，我记得下楼楼梯在这儿啊，为什么找不到？你连着跑了3圈了，回到1楼的楼梯没有了，通往3楼的楼梯也没有。我遇到鬼打墙了，从一开始第2层就只有我一个人，那个白鸽不是人。夜晚的玩具城果然鬼气森森，肯定有问题。这里可能有安保看守，搜查令还没批下来，不要打草惊蛇。白灵，你试试这个玩具城有没有结界，看能不能把我们直接空间转移进去。又有猎人来调查了，真是太好了！妈呀！不要裸脚，不要裸脚！哟，刚刚有猎人进去。今晚有个毛头小子，刚刚进去5分钟。好险，幸亏提前开了推演，否则就要被困死在2楼了。不过这个鬼不强啊。李小黑，你怎么在这儿？我们正在进行一个4角游。黑子，弄死他！原来如此，2楼的不是布偶玩具，而是积木啊。这种鬼应该是以化形易容为主，所以攻击力蛮弱的。只要能看出他们的伪装，破解倒也不难。哼，很好，通往1楼的楼梯没有消失，不知道是因为我打倒了鬼，还是因为我没开启游戏。不过这样的话，不知道通往3楼的楼梯有没有出现。要不明天再来，但明天会不会要重新打一遍？而且可能会有更多的受害者，又重新聚合了，真是小看他了。黑子，这回应该死透了吧？精神力只剩17点了，不能轻易召唤鬼怪或者推演了。哼，又来！李小黑，你怎么在这儿？你胆儿挺肥呀，还敢上来找老子？9天雷天双脚子！小垃圾，敢得罪爷爷我，找死呢！不是你，等等，这小子怎么每次见面都要揍老大一顿呢？可能养成习惯了吧。哼，小垃圾，看我揍不死你！这个好像是真的白鸽，我听到他的心声了。他说他要杀了你。李小黑，要不你先听我解释。我请你妹！哎呦，疼！事情就是这样，第2层需要做一个游戏才可以通往顶楼3层。我把你们当成4角游戏里的鬼了。我说的都是真的，真的假的无所谓，总之是需要前往第3层是吧？可龙、百灵，我们走。啊，喂，你们去哪儿啊？我们正好4个人，只要一起完成4角游戏，就可以找到通往第3层的路了。只有菜鸡才会遵守鬼怪的游戏规则，我们可是滨海市最强小队。差点忘了，我只是个 B 级，人家可是 S 级，而且这只是一个 A 级任务罢了。对我来说是越级做任务，对人家来说可能只是来玩玩。百灵，收到。S 级，空间切割。我什么时候才能做到这种程度？还不走，愣着干什么？还不走，愣着干什么？果然，第3层一旦打透，通往第1层的楼梯就消失了，我回不去了，只能跟着他们走了。可是我仅剩的一点精神力还能做什么呢？何况当着他们的面，我也不能运用鬼怪的能力。
第3层是个游戏厅啊，还挺大的。回到第2层的路也消失了。这里不简单，自从来到第3层后，我就无法感知这个空间以外的地方，手表也停止转动了，所以这里应该是一个类似于门的独立空间，无法轻易出去。类似于门的空间？寻常的门，哪怕是最低等的，也是由无数怨气和鬼怪组成的。这里一个小小的空间，竟然这么厉害吗？这里竟然还有别人！什么人？站住！追丢了！这里竟然还有别的人类，好奇怪，难道也是来调查鬼怪的吗？仓库，要不要进去看看？喂，小心点，别随便乱动。这是，里面是堆积成山的白骨。这里不对劲儿，恐怕不止 A 级任务。百灵，立刻向总部申请支援。鬼气突然变得好重，快看那边，上面多出来一串字。1000人，这个玩具城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这里和第2层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地方。不论如何，我也无法再轰出一条离开的路。难道第1层和第2层只是为了让我们掉以轻心，目的是把我们骗到第3层？难道第1层和第2层只是为了让我们掉以轻心，目的是把我们骗到第3层？百灵的空间转移也不能用了，这里应该是一片独立的特殊空间，把我们和外界隔离了。我的项链也是一个独立空间，现在也无法召唤出鬼了。怎么办呢？这不会又是一个 S 级的内门世界吧？难道我们真的要杀够1000个人？可这里空空荡荡的，哪找那么多人呢？何况怎么能随便杀人呢？百灵，你们是什么人？白哥，不要冲动！名次，他的右腿是阳光，真正的空间会从你右边进来。行，冰盾。好奇怪，那人好像能预知白哥的攻击方向，这不就是类似于我的能力吗？队长，我来帮你，给我破！破了，太棒了，干掉一个！等等，那是冰雕，替身冰雕，这人的技能怎么和我一模一样？哪怕同样是兵系，但这也太巧了。如果眼前只是替身的话，那么真正的本尊在。队长，跑！你们快跑！不好，树队又要跳了，白哥赢不了。不要，白哥，不要再送死了！不行，白哥已经失去理智了，只有我能帮他。这是我最后一次推演机会了，开始推演！要你偿命！好强的力量！什么？又是替身？白哥死了！要你偿命！白哥，这是替身，真身在你背后！干得漂亮！小黑，继续。怎么？我的精神力全都用来应付第1层和第2层了，现在精神力已经不够发动推演了。我要你死！再都是替身，真身在发动的方向。糟了，放弃他们也有预知能力了。白哥，怎么会？大家全都死了，这不是推演，他们是真正的死了。我的项链不能使用，精神力也消耗殆尽，我也会死在这儿。这是梦境还是幻境？为什么会这样？这不是梦境，也不是幻境，他们的确死了，但是不用担心，你不会死的。你可以听到我的心声。原来如此，他就是靠这个来预测白哥的攻势吗？我无法听到你的心声，只是我和你经历过一模一样的事情，所以我记得我当时在想什么。怎么会有个一模一样的我？你是第2层的积木玩偶，还是诡异？能化形成我的样子，甚至还有我的能力？不，我就是你。这个诡异的第3层空间是一个轮回，每天都会重复一次咱们4人来到第3层的情景，或者说这个空间每天都会复制一次完全一样的我们，一天天轮回，让我们自相残杀，直到杀够1000人。我是第1代白哥，已经被困在这个空间里近1年了。
这一年一天一次，我已经见证了250次队友的死亡。最初我们并不会互相伤害，但后来我们也发现，无论如何也无法离开这片空间，所以我们开始根据规则杀死彼此。原本我们是团队作战，和自己一同进来的才是真正的队友，但后来死的死，伤的伤，我只能退而求其次，因为最终不论谁能活着出去，只要还是那4个人，哪怕是复制品，也是真正的他。你们在说什么？哪怕是一模一样的复制品，怎么能说是本人呢？我的队友，我的朋友，刚刚都被你们杀了。现在的你不是白鸽，何况你们怎么证明你们说的是真的？怎么证明你们不是鬼在这胡诌？如果一个人拥有和另一个人完全相同的样貌、能力、身体、性格乃至记忆，那他和他就是同一个人。李小黑，你要努力出去，梦月、甜甜、黑子还等着你呢。他竟然知道我能圈养鬼怪的事，难道他真的还有利用你的推演系统找到妈妈？他甚至知道推演系统，难道他真的是另一个我，一模一样的我？李小黑，走出去。你为什么？李小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注定是两种人。哪怕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我也只会相信我自己才是真正的我。我只想让我自己出去，所以杀死了249个我。而你不同，你无法对另一个自己下手，所以你总是选择牺牲自己，直到第251个李小黑出现。第251个李小黑将带着崭新的记忆，如同没有经历过这一年的地狱一样轻松地活下去。